我竟然穿到了古代农家，前一秒研究室倒塌，再睁眼竟成了这古代农家的傻子，同名同姓同岁。原主是被人推下河淹死的，家里倒是有意心疼他的娘和弟弟。出事了！杨大狗，你进我家做什么？滚出去！吕氏，老子喜欢你很久了。你丈夫走了整整1年，你们母子几人过得也辛苦，以后让我来帮帮你们吧。你别过来！等我儿子回来，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你要是答应跟我搭伙过日子，以后咱们一家人相扶持，以后我就是几个孩子的继父，他们要是敢不听我的话，就是不懂尊重长辈。这身体的怪力倒是意外之喜。傻子要打死人了！婴儿别打，打死了这畜生会连累你的。你别过来！杀人了！阮家的傻子杀人了！救命啊！大伙儿救命！阮宁失心疯了，见不得我和吕氏好，我和吕氏早就两情相悦了。这傻闺女就是讨债鬼，非想让他娘守活寡呀！大伙儿救救我！吕氏果然是狐狸精，不要脸，该进猪笼！你毁我名声，是要逼我去死！你大腿根部有块红胎记，老子记得清清楚楚。你很想做我后爹？对，我和你娘情投意合。既然想当，那就得习惯挨打。我落水后落了个打后爹的毛病，一刻不打就浑身不舒服。救命呀！这傻丫头下手也太狠了，看这样子，杨大狗的脊梁骨都要被打断了。阮宁，快住手！都是乡里乡亲的。既然你们想管，那你们来替他当这个后爹。原主天生神力，只是痴傻时不会使用。如今我接管了这副躯体，配合前世的格斗术，使用起来倒是不错。这大石头直接碎成渣了，这傻丫头的力气根本不是人。杨大吼，不说实话，你是觉得你的脑袋比这块石头还硬？我说，不是我连吕氏的边都没碰过。我娘腿上的胎记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是柳春花告诉我的。柳春花嫉妒吕氏漂亮，她给了1两银子教唆我来的。杨大狗，你胡说八道！我怎么可能害吕妹子？柳春花，我娘右大腿根部的胎记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这傻子发什么疯？我跟吕氏是好姐妹，我怎么会害她？你娘生你大弟的时候，柳春花给她接生，就看到了你娘身上的胎记。柳春花嫉妒你娘，见你落了水昏迷不醒，就叫我来纠缠你娘。是她告诉我胎记位置，还让我大声嚷嚷引来村民。只要拿捏住你娘，你们3兄妹就不敢对我这后爹还手。杨大狗，你胡说八道！哼，虚伪的贱人！老子爬你窗户的时候听得清清楚楚，我留了心眼儿，偷拿了他的肚兜，大伙看清楚了，上面绣着春花2个字呢。昨晚我就和柳春花在一起，不信你们看。真是不要脸！杨大壮一直在外做工，这痕迹哪来的？怎么打起来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村长伯伯，杨大狗擅闯民宅，欲侮辱我娘，还败坏名声，逼她去死。柳春花不守妇道，怂恿拼夫来害我娘，这2人行为恶毒，让人不齿。若不严惩，以后谁还敢让女儿嫁入杨柳村？请村长伯伯为我们做主。宁丫头，你不傻了？我落水之后因祸得福，不傻，但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惩治这2个不要脸的玩意。哼，好，老夫一定给你家一个交代，把这2个败坏风气的玩意儿押去杨族祠堂。不是我！太好了，宁儿你不傻了，娘判了18年了，娘不是在做梦吧？娘别哭了，我是真好了，不是梦。娘，不好了，二哥晕倒了。阿叔怎么了？都是我没用，连给孩子们温饱都做不到。婶婶不用担心，阿叔只是饿晕了，大夫已经给他看过了，没有大碍。我刚猎了只野鸡，将它杀了吃吧。真是谢谢你了。这个男人很高很俊，但眼神太锐利，绝不是普通农夫。大姐，
你醒了，太好了。宁儿醒了有一会儿了，而且……娘，先别说这个，把阿叔抱进屋子里再说吧。大姐，你说话利索了。前世的弟弟为了钱把我卖掉，可这里的弟弟却真心爱护原主。对，我不但说话利索了，还不傻了，而且我脑子里好像突然多了很多医术和药理的知识。太好了，李大夫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大姐醒了，还不傻了。放手！你个混账玩意儿，老夫要被你弄死了。这就是家人，虽然吵闹，却很温暖。我决定接受他们。哎，你怎么把头发梳上去了？哎呀，快把头发弄下来，把脸挡着，别让人看到了你的脸。为什么不能让人看到我的脸？你先把浴桶抱进去，再跟娘去灶房。吕氏的行为太奇怪了，难道我的脸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？大姐，你怎么把头发弄边上去了？宁儿，这些年娘一直给你把头发梳下来挡着脸，你自己也没好好看过你长得什么样，现在你好好看看吧。这怎么可能？水中这张脸竟和前世的我长得一模一样。你的长相结合了我和你爹身上的所有优点，比娘还要好看很多。这个世道对女人不公平，太美只会招惹祸端。家里有娘一个好看的就很麻烦了。我明白娘的用心了，只是用头发遮掩太碍事，我会用其他办法遮掩容貌的。你有主意就好，娘就不多管了。其实你如今不傻了，露出来应该也可以。对，大姐尽管把自己打扮得美貌如花，我已经长大了，能保护大姐。这个弟弟是真的在全力护我，不是说说而已。好，以后姐就靠你保护了。嗯。浴桶太大，一桶一桶打水太慢，我直接用水缸。大姐也太爷们儿了，不，比爷们儿还爷们儿。宁丫头，这孩子是宁丫头。宁妹妹，村长不用这么惊讶，她确实是宁儿。宁丫头竟然这么好看，比府城的大家闺秀都水灵。宁妹妹确实长大了。别直勾勾盯着人家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打什么鬼主意呢。我只是想到了一些以前的事。婶婶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大米，这少说也有10斤。阿彻，你家里也不容易，快拿回去。就当是我借给你们的，日后你们再还给我。这袋米的重量不正常，中间似乎藏了重物。柳大哥连油和盐都准备了。阿彻这孩子，刚才在堂屋只字未提。米、油、盐，他怎么知道我家缺这些？这个柳彻心思缜密的不像个普通退伍兵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柳彻，你小时候一直跟在我屁股后面喊彻哥哥。普通的士兵，可没你这能力。宁妹妹，你想知道的事情，证据就在你自己屋里。你床底下埋着我们当年的约定，等你想起来了，再来问我。床底下到底藏着什么？这身体的原主和他真的有婚约？上面的字迹，一段苍劲有力，另一段歪歪扭扭。我柳彻在此和阮宁定下约定，等阮宁及笄之时，定当娶她为妻，护她宠她一辈子。我阮宁长大后一定要嫁给柳彻哥哥为妻，反悔没烤鸡吃。这个柳彻
居然抓着4岁傻子的手写这种约定，丧心病狂！我不是真正的阮宁，绝不会为了这张废纸嫁给一个底细不明的人。藏深一点，就算以后起房子，也别想被人找出来。你还没走？在等宁妹妹的一个答案。床底下的那个盒子，你挖出来看过了吗？床底下除了灰尘什么都没有，你记错了。宁妹妹撒谎的时候，眼神总是格外平静。没关系，既然你不承认，我就再亲口念一遍。我柳彻定当娶阮宁为妻，护她，宠她，一辈子。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，约定书根本不存在。宁妹妹，你如今变聪明了，也不记人了，但不记人不要紧，我会帮你一点点想起来。你不承认没关系，我会用真心感化你。心脏怎么跳得这么快？这种感觉太陌生了。点穴之术，妙啊！宁儿，有些往事，以前你听了就忘。娘其实是秀才之女，18年前青云府大旱，百姓一子而食，我在逃难路上被流寇追杀，是你爹救了我。为了救我，你爹和他的家人也走散了，我们一路辗转，才到了这杨柳村安身。那后来呢？你1岁半查出痴傻，我和你爹四处求医，花光了所有积蓄。后来阿叔早产，又是胎里带的病，家里没田没粮，你爹只能去镖局做命钱活计。1年前，他第一次出镖就遇上山贼，货物被抢，他也被推下了悬崖。阿俊，家里欠了多少债？李大夫那儿，为了给二哥买救命的人参片，欠了50两。村长伯伯家也借了我们10两银子和100斤米面。在这个时代，60多两银子对农家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。都是因为我的身子不争气，才让爹去冒险。二哥别胡说，爹说了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总要整整齐齐的。前世的亲人视我如草芥，可这一世的阮家人，即便负债累累，也没放弃过痴傻的原主。我脑子里有老变态逼我学的各种医术和药理知识，不能浪费。山里有灵芝，有何首乌，只要能挖到那些名贵药材，债务就能还清。我要进山采药卖钱，治好娘和阿叔的病，还要找回爹。宁儿，云海山深处有野兽，你就去阿俊带你走过的那几个山头找找，千万别往里钻，听到了吗？娘，你放心，我记录本事好，天黑前一定准时回来。大姐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这外围只有些寻常野菜，想要值钱的，必须往更深处走。这丫头果然不听劝。还未喷发孢子的灵芝，3朵灵芝都长得饱满丰厚，这药用价值极高。他挖药的手法极为利落，居然连何首乌的藤蔓和根茎分布都一清二楚。只要凑齐这几位，阿叔的身子就能彻底调养好。不对劲，这风里有一股很浓的腥气。
给我过来！别人怕你，我可不怕。本来只是想采药材，谁知道还有意外收获。能卖个好价钱。这丫头居然真能赤手空拳打死猛虎，她的动作干净利落，反应比军中最顶尖的探子还要快。这真的是我认识的宁妹妹吗？这老虎少说也有400多斤，扛回去得费点劲。阮宁变妖怪了，他扛着大虫要回来吃人了。这些欺软怕硬的人，跑得倒挺快。阮宁变妖怪了，大家快跑啊！律师，你这个不要脸的！你害得我儿子至今躺在床上下不来！你这个烂心肝的女人，今天给我100两银子！宁儿，快把大虫丢了！这东西会咬人的。娘别急，这大虫是死的，咬不了人。律师，你家阮宁真是太狠毒了！人家郑老太不过是骂了几句，他就卸了人家的下巴，这也太欺负人了。就是啊，太狠心了。这些长舌妇，今天必须彻底震慑他们，免得以后继续欺负我娘。我阮宁向来不主动招惹人，但谁敢欺负我家人，这就是下场。都聚在这里做什么？宁丫头，这大虫真是你打的？嗯。宁丫头，郑老太虽有错，但这下巴你能不能给她装回去？看在村长伯伯的面子上，仅此一次。阮姑娘，你说你们有整只大老虎要卖？确实是一整只，一口价1000两，车上的东西你全拿走，谢绝还价。1000两，姑娘，大老虎虽难得，这价格也太高了。钱掌柜，虎骨能强筋健骨，祛风定痛；虎鞭是极佳的滋补品，虎须能治牙痛，虎精治癫痫，虎胆治小儿惊厥，虎脑治身疮，虎尾治皮肤病。你把这些收回去，无论是药用还是卖给达官贵人，绝对不止1000两。买，你这些东西我全要了。大米和面粉各来2担，黄豆和糯米各30斤。大姐，咱买这么多粮食做什么？要不买点生了虫的陈米，便宜。放心，以后都不会让你们饿着的。娘，这是今天卖虎和药材的银钱，除去买粮油的钱和还完的债钱，还剩下960两。宁儿，你真厉害，娘真的高兴。宁儿，这银子你自己管，娘相信你。别扎我！我全都说。那天我去河边洗衣服，亲眼看到柳大丫把你哄到岸边，他趁你低头抓鱼的时候，突然从后面推了你一把。我是见你家没人护着才没说的。原来真正的凶手一直躲在暗处装好人。娘，柳大丫以前经常带我出去玩吗？她确实经常来，以前村里孩子都嫌你傻，只有她愿意和你说话。可后来我才发现，每次她带你出去，你不是踩了人家的庄稼，就是砸了人家的屋顶。阿宁，跳进去采这些菜，声音可好听了，像是在唱歌。借刀杀人，败坏我的名声，这女人的心肠比蛇蝎还毒。阿宁，听说你终于醒了，
我这心里一直惦记着，特地来看看你。那天你落水，我当时都吓傻了，没能拉住你，你可千万别怪我。看够了吗？看够了就赶紧滚。阿宁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明日再来看你。你抓我弟弟做什么？阮宁，你别发疯了！柳福宝，那天是不是你大姐给你饴糖，让你把我带到河边的？说实话，不然我把你扔进泥田里！是大姐给我的糖，是她让我带你去的。后来她用野果把我们哄走，我看见她站在你身后。我也看见了。上次大丫姐姐骗阿宁去砸人家窗户，还给了我2个野鸡蛋，不让我说。胡说八道！你们这群死孩子，乱嚼什么舌根！我没有，元生哥，你别信他们，他们是合伙骗人的。大丫，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是，就是我做的，我就是讨厌你阮宁。大家同样是长女，我每天起早贪黑干活，像牲口一样，还要被我爹卖掉。你呢？你明明脑袋不灵光，凭什么人人都疼你？我就是要毁了你！大丫，我原本以为你是个善良的姑娘，真是我看走眼了。元生哥，你别走，你听我解释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老子把你卖给周家冲喜，真是卖对了。阮宁，你会后悔的。臭丫头，都这个时候了还想逃，找死！啊呀！阮宁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我爹要把我卖去周家冲喜，周老爷子病得快死了，去那里我就一辈子都毁了。你力气大，帮我把他们都打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这是你们柳家的事，与我无关，我也不会管。阮宁，这是我们柳家的事，你少多管闲事。你为什么不帮我？我以前对你那么好，村里人都不理你的时候，只有我陪着你玩，还给你吃的。你现在怎么能这么没有义气？你哄骗我踩烂旁人的菜地，败坏我的名声，怎么不说对我好呢？又让柳福宝把我推下河。你对我做过那么多恶事，现在的下场都是你咎由自取，你根本不值得我同情。柳大丫，你若就此收手便罢，若还敢害人，我绝不轻饶。杨大壮，你害死了阮萧，你以为吕静就会嫁给你吗？爹的死果然不是意外，而是杨大壮在背后设计。宁妹妹下手可真狠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也不相信杨大壮，特来查个究竟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当然是催眠术了。还好前世学过，看着我的手指，我数到3，你会马上睡着。1、2、3，睁开眼，看着我。我问你什么，你就实话回答。阮萧是你害的，
是。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害他？我是越国探子。1年前，阮萧无意中得知了我的身份，为了不暴露，我设计让他进了陈家镖局，又让山贼劫镖。杨大壮居然是越国探子，宁妹妹竟然会催眠术。你还有没有别的同谋？有，知府、玉环，还有徐畅。这事远没有结束。杨大壮害我爹留下的证据，还有同谋都在府城。府城太远，去一趟要1、2天。我家里那边离不开人。证据我去拿，你留在家里照顾婶婶和阿叔。这次你帮我拿证据，我也不会让你白忙。作为回报，我会治好你父亲的病，哪怕是太医治不好的，我也能延他的寿。宁妹妹，萧叔对我恩重如山，他的仇人便是我的仇人，帮你是应该的。你我之间不必算得这么清楚，更不必见外。一码归一码，我不喜欢欠人情。最迟明晚，我会带回你想要的东西。等我回来。就前世我被至亲背叛，从未有人这样不求回报的帮我。这个男人总是能轻易看穿我的心事，这种感觉真奇怪。玉环，身为朝廷命官，暗中勾结外敌，贡献忠良，该死啊！杨大壮，你身为越国探子，隐姓埋名多年。1年前，你怕阮萧识破你探子身份，设计害他坠崖，现知府于欢以招供，尔等押往府城受审。阮萧把你当亲兄弟，你这猪狗不如的东西，竟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！哼！官爷，求求您放过他吧！我是无辜的，我没有害我兄弟。狼心狗肺，娘啊！娘，官差把杨大壮抓走了，爹是他害死的。你说什么？你爹是你大壮叔害的？捕头亲口说的。杨大壮是越国探子，他怕爹识破他的身份，才设计害了爹。我一直觉得他是好人，我还感激了他1年。我相公竟然是被他杀的！杨大壮，你这个畜生！娘的气急攻心引发了救急，必须马上顺气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醒醒，宁儿，你爹他死得冤啊！你爹一直把他当好兄弟，杨大壮还帮过我们家好多次，我竟然感激了杀父仇人1整年。为什么他们夫妻要这么恶毒？我们哪里得罪他们了？杨大壮这种人面兽心的畜生，绝不能让他死得太痛快。娘，杨大壮已经遭了报应，你要把身体养好，不能让亲者痛仇者快。杨大壮害了我爹，我要让他偿命！站住！姐，你放开我，那是杀父仇人！杨大壮已经被降魔卫带走，你现在去除了白白送命，还能做什么？为了那个猪狗不如的东西赔上你的命，不值。可我们总不能什么都不做，爹的消息还没问清楚，必须要让家里人有希望，否则娘的身体支撑不住。谁说爹死了？宁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娘，根据我查到的线索，爹坠崖后掉入江水，顺水流进了大海，他被一个哥达国的商人救了，虽然下落不明，但很大可能还活着。活着就好，只要还活着就好。我决定了，明日亲自去府城，一是为了确认杨大壮的下场，二是寻找那个商人的线索。府城那么远，你一个女孩子……娘，外面怎么有马蹄声？我们出去瞧瞧。婶婶，我都听说了，我租了马车，明日陪宁妹妹走一趟，有我在，一定护她周全。阿彻，你是稳重孩子，有你陪着，婶婶放心。娘，爹还活着，我一定把爹找回来。再动一下，我折断你的脖子。易容术不错，可惜在宁妹妹面前行不通。这颗药叫千重丸，
吃下去，你会觉得万蚁啃食骨头。这种贪生怕死的小人，只有让他痛到骨子里，才会吐真言。停下！我找阮萧在哪里？余欢早前吩咐我暗中去找过阮萧的下落。我顺着海陆卷宗查了半个月，查到阮萧当初坠海落水，根本没有死。说清楚，一字不落。他被一个叫鲁尔的哥达国商人救了。阮萧坠海后命大，正好撞上鲁尔的商船。鲁尔当时身边带着个重伤的人，说是要带去京城寻医。人到底具体在哪里？阮萧虽然被鲁尔救了，但那人去了哪里，我也不知道。爹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哪个不长眼的，打扰老子！我。这药叫断魂丸，没解药，你半个时辰内就会七孔流血而死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不想死，就动用全城乞丐帮我找鲁尔和阮萧的下落。小人遵命，大侠饶命！这少年身有残缺，说话条理清晰，耳力也极好，是个可造之才。你体内的风寒已入肺腑，不及时治，最多再活1个月。求求你救救我大哥，他捡了我养大，他是好人。我可以救你，并且分文不收，但你必须为我做事。服下后便可好转。恩公救了我的命，我愿意卖身给恩公，一辈子忠心不二。阿峰，你能召集多少人？全部带来。主子，这些都是无家可归的兄弟，他们都听我的。见过主子。这些孩子虽然身有残缺，但心智坚定，正适合打探消息。我要成立一个名为白小门的门派，专门倒卖消息，从此你们就是其中一员了。当然，给我做事也不是白做，每月有1两月钱。谢谢主人，谢谢主人。阿峰，我收下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们随我姓阮。谢主子赐姓，阮峰定不负主子。王大宝，你以后协助阮峰，若敢生二心，断魂丸的毒你解不了。小的明白，小的一定尽心尽力。门派亦有门派的规矩，不许泄露秘密。我绝对不会。阿峰，你负责管理门派，王大宝负责武力压制外来阻力。阿峰，我要让白小门成为天下第1的情报组织。这些是什么种子啊？这是西红柿种子，那是土豆和红薯。我们待了1个月，没人认得，也没人卖。西红柿、土豆、红薯，这些在高产现代社会极常见的作物，这里竟然完全没有。大印王朝的水稻亩产极低，若能种出这些，荒年也绝不会挨饿。这些种子我全要了。全要？姑娘当真？一共6种种子，甘蓝、胡萝卜、黄瓜也算上，最低要150两银子。宁妹妹，这些不知名的草籽要150两，这银子能买几10担细粮了。点点看。点清了，姑娘真是识货的人，这些全归您了。你可真会花钱。花自己的银子，心安理得。有了这些种子，配合我的药水催芽，阮家的房子和田地很快就能遍布整个杨柳村。村长伯伯，我想把我家旁边那2亩荒地买下来做宅基地。那地偏得很，3两银子确实够了，我明天就去给你办地契。宁丫头，你是要起多大的房子？竟然要2亩地？起个宽敞点的。村长伯伯，我想请杨新大哥出山帮我盖这栋房子。宁丫头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杨新盖的房子会塌，全村人都知道。你找别人吧，别把银子糟蹋在我手里。娘说杨新大哥是被同行陷害，他是个惜财的人，只要看到好的设计，必会心动。杨新大哥先看看这个，
再做决定。这梁柱的承重走势，还有这窗子的通风位，这房子的结构是大殷王朝从未有过的，这是你想出来的？昨晚梦见老神仙指点，画了下来。盖，这房子我一定帮你盖好。谁要是敢拦着我盖这房子，我跟他拼命！这房子真要是起好了，爹，你看看这结构，这房子要是盖出来，一定是村里头一份儿。稳着点儿，队形默线。这边再高半寸，对，落。今日起，每日早中晚随我做一次五禽戏。此为虎戏，强筋健骨。呵，我是大虎。宁儿，这法子做完，我这肺里暖烘烘的，极舒服。娘，忍着点儿。阿俊，看着我的手势，以后你二哥的按摩由你来做，涌泉要重，足底要轻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大姐，以后二哥就交给我。阿叔体内的余毒正在慢慢排出，长此以往，活不过16岁的命运必能打破。娘，吃药。宁儿，娘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，就是有你这样的女儿。是我，别动手。你大半夜翻窗入室，这就是军里教的规矩。这是杨大壮案子的关键实证，这是关键证物。他作为越国潜伏在大殷的探子，这些是他和黎安府知府于欢谋害萧叔的来往书信。我连夜潜入府衙截获的。谢谢，这份情我记下了。宁妹妹，我回村只有2个目的，一是为我爹养老，二就是娶你为妻。我不是以前的阮宁，也不想嫁人。你如今的样子，我更喜欢。我现在只想找回我爹，治好家人的病，没别的事儿。你走吧。你不承认当年的约定没关系，我会用真心感化你，直到你点头为止。我明明已经关闭了心扉，为什么心跳会这么快？这个奇怪的男人，味道一般，也太嫩了。爷还是喜欢白嫩的花容月貌。我知道哪里有绝世美人，就在杨柳村阮家。那个人叫阮宁，她是10里8村最好看的姑娘。杨柳村怎么走？快告诉爷。美人，你等着爷，爷马上就来。这人的气息和普通人不一样，在这里动手会惊动娘和阿叔，不如将计就计，看看他的目的。好一个橘色，跟爷上山快活去。这个胆大包天的采花贼，竟然敢对宁妹妹下手！等下抓到他，一定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哼，这荒山野岭，谁也救不了你。美人，等爷把你弄醒，看你还怎么横！等的就是你放松警惕。你居然没晕！宁妹妹，你有没有伤到哪里？他还没那个本事伤我。说，是谁告诉你我的住址和容貌的？我说，是州府里那个圆脸的女人，叫柳大丫，她被关在房里，是她让我来找你的。果然是他。他身上散发出的这股杀气，竟比久经沙场的将领还要浓烈。柳大丫，找死！
既然你最在乎名利和子嗣，我就让你在这上面彻底摔死。这药配上针法，能让你在半月内显现出喜脉之象，但这只是假孕。少爷，大夫方才诊过了，我真的怀了您的种。贱人！大夫半年前就断定老子因为纵欲过度已经不育，你这贱货居然敢拿个假肚子来骗老子！说，你到底吃了什么脏药？还是跟哪个野男人怀的野种？大少爷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没有偷人。滚！给老子把他乱棍打出去！丧门星也配怀少爷的骨肉？滚！还想怀少爷的骨肉？呸！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配吗？瞧瞧这身破布，还不如咱叫花子身上穿的呢，真是报应不爽。坏事做尽，身败名裂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这是你自找的。这就是你介绍的医术精湛的大夫，这么年轻，怕不是个药徒吧？白管家最近几日失眠多梦，且时常腹部剧痛，在下说的可对？宁大夫竟然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快请进。没有你的日子，我真的好孤单。这是现代的流行歌曲，难道宋家大少爷也是？宁大夫别见怪，我儿半月前马车翻了，受了惊，回来就一直唱这些听不懂的曲子。儿子，爹给你找了大夫看病。走开，连京城太医都治不好我，找这些游医有什么用？50512到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神经病。这是对上了。爹，你先出去，我要和宁大夫单独聊。宁姐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宁姐，我还以为这辈子就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儿，我一醒过来就成了这宋府的大少爷，这具身子真是弱得要命。想当年小爷一个人能打10个，现在却成了连鱼都杀不死的病秧子，走2步路都要大喘气。先别想以前了，你体内的残毒侵蚀了5脏6腑，再晚半个月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宁姐，你在这一世的家人对你好吗？很好，娘很温柔，2个弟弟也真心护着我，跟前世那些只知道压榨我的血亲比起来，现在的阮家才是我真正的归宿。那真好，我这儿呢，亲爹虽然疼我，但二弟总想看我笑话。这些年我被那小气的余毒折磨，甚至被送到京城找太医，可那些太医只知道摇头，让我等死。我现在需要建立自己的势力，寻找失踪的爹。找人我在行啊，宋家有商队，眼线遍布南方。就像在前世一样，我负责研发和武力，你负责统筹和推广。宁姐，这辈子我还跟着你干。好，咱们继续做这世上的最佳拍档。残毒已经逼出来了，待会儿你会觉得身体轻快许多。宁姐，我感觉那股钻心的冷意真的退了，这具身子总算活过来了。毒虽轻了，但你亏空太久，往后半个月必须按我的药方泡浴。这就是逼出来的毒。宋明业，宁大夫，您真是我宋家的救命恩人呐！爹，宁大夫救了儿子的命，那药方里用了多少名贵药材，您可不能在诊费上亏了人家。那是自然。这是宋家珍藏的500年山参，还有5000两银票，请宁大夫千万收下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收下了。半月之后，我会再来付。
宁大夫，方才听您打听那个哥达国商人卢尔，1年前宋某在天蓝府城与他做过一笔大生意，买了他手里的全部稀有珍珠。天蓝府城，他当时身边可有其他人？确实带了一个人，那人身受重伤，整个人被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卢尔说他和那人有缘，要先在天蓝府城找最好的大夫治伤，伤好之后再去京城。重伤，难怪爹整整1年都没有传回半点消息，原来是命悬一线。既然他在天蓝找了大夫，人肯定还活着。不必相送。真好，这个世界你也在。宁姐，等我好了就去找你。天蓝府城离这里不算太远，哪怕翻遍所有的医馆药铺，我也要找到卢尔。说是爹伤重无法远行，那他现在很可能还留在天蓝府。爹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柳伯伯，可否让我给你把一下脉？宁丫头，你还会把脉？爹，宁妹妹前几日有了奇遇，学了一身好医术。脉象虚浮无力，这是积年累月的旧疾，身体亏空的太厉害。换左手。除了咳嗽，是不是一到阴雨天，这右腿便钻心的疼？对，你连这都知道。这里有感觉吗？断了10年了，早就跟死肉一样。麻了，我感觉到麻了。宁妹妹，我爹的腿，您的腿还能治好？需要每日针灸1次，共7次。另外还要配一种外用药膏，针灸完后配合复健，您能重新下地走路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还能站起来？我不但能治好您的腿，还能治好您的病。这几天针口不要碰水，饮食要清淡。宁丫头，10年了，我以为这辈子就只能死在床上了。你就是我们家的恩人呐。普通的士兵，即便在军中待10年，也不会有你这样的身手。当年我被二叔打晕，送去服兵役，本以为必死无疑。后来我在战场上遇到了一位老人，他是江湖上令人闻风丧胆的大魔头，也是我的师傅。大魔头的徒弟，难怪他杀气内敛，且懂得那种诡异的点穴手法。师傅见我天生骨骼精实，便传了我一套内功，名为幻灵真经。此功法霸道无比，练成后可断筋碎石，即便是在江湖中也是顶尖秘籍。这个世界太乱，光有怪力还不够，若能习得此真经，不仅能自保，更能在这乱世中护住阮家周全。这门功法，我能学吗？师傅临终前说，此经只传有缘人。你想学，我教你。好。
这本就是幻灵真经的抄本。想要修炼此功，需先气沉丹田，感受经脉流动。师父曾说，欲速则不达，用心感受我内力的走向，顺着少阳经慢慢游走。我感觉到了。一般人要感受到内力走势，至少需要10天半月。可他只是运转了几个周天，体内的气息就已经成型，这天赋简直太可怕了。修炼内功最忌讳受惊走火入魔，今晚哪怕是天王老子来，也休想跨过我这一步。我能清晰地感觉到，小腹处正有一团滚烫的热气源源不断地游向四肢。我成功了！宁妹妹，你当真是个妖孽，当年的我比你慢了10倍。现在教你点穴，点穴讲究快、准、稳。这是人体的巨阙穴，若内力灌注指尖，一击便可让人瞬间脱力，动弹不得。果然有了内力加持，这点穴的威力比我前世练的格斗术要强上数倍。指节稍微再沉一点。轻功并非飞天，而是气沉下潭，借力使力。这个男人虽然话多的烦人，却总是能在这种关键时刻让人感到极其可靠。投怀送抱，松手。阿俊，把牛牵到北面吃草，顺便割2捆青草。好嘞，大姐。这些种子提前用特制药水催过芽，出苗率绝对是这村里最高的。这年丫头的速度，一个顶咱们3个老爷们儿。原本还想去教教她，现在看来，人家哪用得着咱们啊？没用的东西，干个活磨磨唧唧的。这老太婆自己家里一团糟，倒有闲心盯着我。会种地有什么了不起？不就是有一把傻力气，还不是个名声毁了没人要的东西？大姐，这猪下水是没人要的东西，臭气熏天的，你买这些回来做什么？猪下水处理得好，比肉还要营养。去弄些面粉和草木灰过来，我教你洗。姐，不洗行不行？这也太臭了。你忍心看着大姐用这双手独自洗这些东西吗？这傻小子，不激他一下是不会动手的。行，我一个人洗。面粉吸粘液，草木灰除异味，手法要重。记住了。不过大姐，这玩意儿洗得再干净，我也绝对不会吃一口的。
行，记住你现在说的话，千万不要后悔。绝不后悔。宁儿，你这法子新鲜，连我也想跟着学学。大姐教的仔细，我们多练几次也能成。做卤味，火候和下料顺序是根基，一步都乱不得。阿俊，这菜你既然说不吃，那我们就分了。那个，我就尝一小块，看看洗干净没。这也太香了吧，一点臭味都没有，还脆生生的。姐，我错了，这猪下水简直是人间美味。明天开始教你画画。知道了。这画法叫素描，不讲究水墨丹青那套，讲究的是形准和光影。你要把看到的东西当成一堆线条组合。来，你先试着画一下桌上那个装药的瓷碗。这笔触竟然如此老辣，他只是第一次上手就能捕捉到光影的精髓。阿叔，你以前当真没摸过画笔？姐，我以前只在泥地上画过，刚才听了你说的法子，我突然觉得这些线条好像是活的。这种天赋，若是放在现代，定是顶级大师的料。阿叔，你有这等天赋，不学画太可惜了。这画里的碗就像真的一样，我刚才都想伸手去拿。二哥，你这也太神了！以后是不是能给咱们画通缉令？呸，画画像了。姐，我想学画画，以后不仅要画爹，还要画出咱们全家。以后每日练习至少3个时辰。练这么久？你也不会闲着。明天开始，我会教你武术了。腰挺直，腰挺直，下盘不稳，以后上了战场就是送死。姐，我这都扎了半个时辰了，腿快断了。我教你的这套体术是老神仙留下的根基。我能休息一会儿吗？当然不行，不把筋骨拉开，你拿什么去行侠仗义？我要当大侠，像话本里写的那样。我一定要练好本事，我会努力的。我相信你。以后谁敢欺负咱家，我就一拳把他打飞。这小子的根骨竟然这么好，这套体术动作古怪，却每一招都在强健筋骨。呵，再来！这臭小子是个好苗子。大姐，外面躺着一个人。是谁？不认识，浑身是血。快去叫李大夫。好。伤口深且有毒，这个毒倒是很特别。李大夫，您快给看看，这老人家流了好多血。竟然是江湖剑圣葛秋，他在10大高手中排行第3，怎么会伤得如此重？除了外伤，体内还有一股奇毒在游走，我从未见过这个毒。去弄些温水来，老夫要给他擦拭身子包扎。是。李楠，竟然是你！闭嘴！不想死就别乱叫。想不到江湖第一毒医，竟然躲在农家当个土大夫，也不怕把人给毒死了。医死你了吗？老夫也没想到，堂堂剑圣竟然能把自己折腾到命不久矣。老夫是遭了大弟子和仇家联手算计，若非身中奇毒，老夫岂会败给林天那狗贼？老夫已厌倦江湖争斗，
阮家只是普通的农户，救你是出于善心，你那些仇家绝不能引到这里来。老夫明白，救命之恩绝不连累。老夫在此行医的事，你要是敢吐露半个字，我毒死你。宁丫头，你可有办法解此毒？这毒竟然如此阴狠，不仅在侵蚀他的内力，还在不断损耗生机。老人家，你中的毒我暂时解不了，这毒已经在你体内扎了根，以你的内力压制，最多也只能再活2年。姐，真的没有别的法子了吗？我需要时间研究。李大夫那里清静，适合养伤。成吧，谁让老夫欠你家的。路不平，你赶车稳一些，别慌了他的伤口。大姐放心。李大夫，他养伤期间的吃食我负责，每日我亲自送过去，也少不了您的那份。既然如此，那老夫就勉为其难，多照顾他一阵子。别等了，宁丫头说解不了就是解不了，先把这些压制毒性的喝了。想老夫在江湖上闯荡了一辈子了，见惯了刀光剑影，没想到最后竟然会栽在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徒弟手里。葛老的伤势需要精细调理，药膳得趁热吃才有药效。宁丫头这手艺真是老夫平生罕见，瞧你那点出息。你个商号只准喝粥。李大夫，您这等本事，怎么会甘心留在杨柳村这种偏僻地方？老夫在江湖上漂泊了大半辈子，看够了那些打打杀杀，为了名利秘籍，师徒成仇，手足相残，这种日子老夫过够了，只想寻个清静的地方。3年前老夫回来，半路遇上劫匪，险些饿死冻死在路边，是你爹路过救了老夫，不仅分我干粮，还亲自把我背回了家。爹总是这样，见不得旁人受苦。是他家里也穷，但他不仅没嫌弃老夫，还帮老夫安了家，所以我这条命是欠阮家的。宁丫头，你爹是个好人，你也是。前世我被血亲嫌弃，这一世爹留下的善缘竟成了我最坚强的后盾。臭小子，老夫这几日冷眼瞧着你，不仅手脚麻利，还反应迅速，这心思也透着一股机灵劲儿。最要紧的是心肠不坏。老人家您谬赞了，我姐说了，救人救到底，您这伤重，我伺候您是应当的。老夫闯荡江湖这些年，见多了见死不救的，你那天犹豫了半天，还肯背老夫下山，这份善心很难得。看来葛老是动了收徒的念头。宁丫头，你家这小子是个练武的奇才。我跟着姐姐练习了一阵子，可能也有原因。我能不知道吗？我还在现场偷偷看过呢。老夫不想这一身剑法带进棺材里，我想收他做关门弟子。阿俊，你不是一直想当大侠吗？葛老肯教你，是你的造化，只要你肯吃苦。姐，我肯，我再苦也不怕。这老混蛋眼光倒是不错。老夫收徒极严，入了老夫门下，这天下之大，便再没人敢欺辱你阮家人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老夫今日总算收了个好徒儿。外面的世道越来越乱，杨大壮的同伙还没抓净，飞天鼠这种采花贼也层出不穷。光有蛮力和内功还不够，必须准备一些能瞬间致死的防身手段。这是化骨粉，这是对应的解药。这些迟早用得上。
林丫头，这宅子我杨欣敢拍胸脯保证，是这10里8乡头一份的结实，漂亮。辛苦杨欣大哥了。瞧瞧这青砖，这得花多少银子？阮家这回是真的翻身了。我有自己的屋子了，大姐，这屋子真亮堂。以后在那边作画，采光定是极好的。有了这大房子，娘和阿叔养病也舒心些。娘，搬新家是喜事儿，怎么哭了？宁儿，这房子的样子，你爹要是看到了，该多高兴啊！这阮家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瞧瞧这席面的香味，得放了多少肉啊！不过是打了一只大虫，那点银子盖完房子还能剩多少？打肿脸充胖子罢了。以后有他们家哭的时候。这种只会背地里吠2声的狗，没必要在他们身上浪费口舌。好嘞。嫂子，多吃点儿，这些日子多亏了你们家照顾，弟妹你客气了。看着你们过得好，我这心里也踏实。老夫这辈子跑了这么多地方，就属宁丫头这手艺最绝。哥俩好啊，不亏手啊！是啊。这2年阮家不容易，萧叔走了，你们这几个孩子硬是靠着双手撑起了这一家。宁丫头，你不仅治好了家人的病，还起了这全村最好的房子，你是咱们杨柳村的骄傲。来，大伙儿干了这一碗！柳彻，你当真想好了，也要在这儿起房子？想好了，就照着宁妹妹家房子的图纸盖，尺寸、用料，甚至是火墙的位置，都要一模一样，不得有一丝差池。他居然要把房子盖在我家隔壁，还盖得一模一样。这些人的眼神，摆明了是看穿了他的心思。宁妹妹，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。地是你买的，你想怎么盖就怎么盖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这小子还真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啊！大伙儿瞧瞧，柳彻这是要挨着宁丫头住一辈子。把这些新采的草药铺开晾晒。是，主子，京城那边有回音了。慢慢说，查到什么了？京城的兄弟传回消息，说那个叫卢尔的各大国商人，前段日子在京城的一家大医馆出现过。卢尔半月前曾带人去医馆问诊，他身边跟着一个失忆的中年男子。那男子由于坠海撞伤了头部，虽然伤愈，却记不得前尘往事。娘，鲁儿救下的那个人，年纪、相貌特征都与爹完全符合。失忆，难怪他这1年都没回来找我们。肯定是我爹，我就知道爹还活着。此事疑点重重，卢二是异国商人，来路不明，爹跟着他出京恐怕凶险。管不了那么多，既然知道爹在京城，我们立刻动身去找他。爹的安危至关重要，随我回正屋关门，细细商议对策。娘，阿叔，阿俊，爹在京城出现过，还受了重伤失忆，我必须亲自去一趟，把他找回来。宁儿，那可是京城，路途那么远，你从未出过远门，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？大姐，白小门的消息虽然准，但京城权贵多，你一个人行事太难。爹失忆了，若不尽早找到，万一被不怀好意的人利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娘，我有白小门的兄弟接应，
我有这身本事在，谁也伤不了我。好，娘支持你。你在外头凡事多留个心眼儿。消息我听说了，你要进京。是，与你无关。此行凶险，越国的探子在京城还有残余，我陪你走这一趟。不行，你走了，柳伯伯的腿谁来照顾？阿俊和阿叔还小，谁来护着阮家？我可以安排人。京城水深，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。柳彻，若你真想帮我，就守好杨柳村。你留在这里，帮我照顾家人。宁儿，你这刚消停没几天，又要跑那么远，娘这心里实在是慌得很。娘，爹在京城等我。阿叔、阿俊，我不在的日子，你们要听娘的话。大姐放心，我会盯着阿俊念书，绝不让他乱跑。大姐，我也会看家，谁敢来咱家捣乱，我一锄头抡过去。你真的不让我跟着？柳伯伯需要你。柳彻，我把我的家人全都托付给你了。如果我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少了一根汗毛，你我之间的约定就彻底作废。宁妹妹，我柳彻指天发誓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杨柳村就没人能踏进阮家大门半步。即便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替你挡着，让你安心去找萧叔。这还是头一次有人对我说替我挡着，马不错。我走了，一路保重。驾！从今天起，我要启程前往京城。阿峰，你心细如发，白小门门主之位由你暂代。主子厚爱，阿峰定粉身碎骨以报。公子放心，小的这把力气，专门替门主清理那些不长眼的。这些银子拿去给兄弟们买些像样衣裳，别再穿得像个乞丐，容易惹人生疑。白小门不只是为了找我爹，我要他成为大印王朝最大的消息中转站。阿峰，这不仅仅是条活路，更是你的前程。主子放心，阿峰一定把白小门打理好。从今往后，白小门的消息只对主子一人优先。主子，这是按您吩咐训练的信鸽，每只脚环编号对应不同府城。我在京城最需要的是消息，尤其是关于我爹的下落。一旦有消息，立刻飞鸽传书，不得延误。记住，白小门的命脉不在于打打杀杀，而在于快、准、密。属下明白。消息若迟一步，提头来见。爹，我来了。这出京的必经之路上，看来总有些不知死活的绊脚石。此路是我开，把马和银子留下，也饶你这白面小生一命。趁我还没动怒，把木头挪开。哈哈哈哈哈！不长眼的东西，给我上！我的喉咙！大侠饶命！小的有眼无珠。小的家里还有老母要养，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小的再也不敢了。再让我遇上，死驾！京城太大了，按照阿峰的消息，鲁尔最后出现的医馆就在西区的百草街。快停下！退下！这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是你吗？还好我来了京城，不然都遇不到你了。此处人多，我们进屋再聊。我爹听太医说，京城的空气和药材最适合固本培元，非要送我来这儿养病。我原本还想着等身子再好些，就给主子发信报平安，没想到竟然在街上撞见了。
我也是刚到，鲁尔的消息最后断在这一带。鲁尔半月前带爹来这里问过诊。宁姐放心，宋家在京城有几处大当铺和药材庄子，我立刻让下人分头去搜。只要那个鲁尔还没出城，掘地3尺我也把他找出来。好，你我分头行动，互相照应。宁姐，咱俩真是有缘，在哪儿都能碰上。伙计，半月前可有个高鼻深眼、留着卷曲大胡子的哥达国商人带人来买药？没见过，这种长相奇怪的外邦人，若真来过，我定能记住。这已经是第5家大医馆了，京城医馆不下100家。若鲁尔为了掩人耳目，去了小巷深处的私人药铺，寻找难度会倍增。掌柜，今日可有哥达国客商入住，身边带着个失忆的男人？哟，宋大少爷，外邦人倒是常有，但带个失忆男人的，小店还没遇上过。宁姐，东城的客栈我都翻遍了，这些掌柜见钱眼开，若鲁尔给了封口费，他们绝不会吐实。去小客栈，鲁尔救了爹，爹身上有伤，他们不会去人多眼杂的大客栈。老先生，您见过这个人吗？还没来过，但他身边的那个随从3日前来我这儿买过大剂量的生肌膏，我记得那随从手上也有和这画中人一样的纹身。这药味里有哥达国特有的胡红莲成分，鲁尔就在里面。你们是谁？为何私闯我的房间？你就是鲁尔，1年前你从海上救下的那个男人，他在哪儿？原来你们是找他的。1年前我在返航途中确实救了一个落海的重伤男子，他当时躺在甲板上，整整昏迷了半个月才醒。但他醒来后脑子受了重创，他失忆了，他不记得自己是谁，也不记得家在哪里，整日对着海面发呆。那他现在人呢？半年前他伤好利索了，他跟我说，他不能像个活死人一样活着。他辞别了我，说要去寻找失去的记忆。他一个人走了？京城这么大，他能去哪儿？他没说，只说会顺着1年前商船经过的路线。宁姐，至少知道叔叔还活着，而且他在回来的路上。1年前的路线，那要经过多少个府城，跨过多少座大山？爹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要说咱们大印王朝，谁是定海神针，非南陵王莫属。好，那可是战神，他在南方守了10年。没错，南陵王战功赫赫，平定了越国叛乱后，圣上感念其功，不仅封他为南陵王，南方数府之地皆是他的封地。10年前才去从军，一个普通的士兵，怎么可能有那样如山岳般厚重的气场，还有那种挥之不去的杀气？南陵王战功赫赫，封地在南方，柳彻也偏偏选在南方隐居。这种字体透着一股王者之气。降魔卫在南方抓余欢，他正好在场。柳彻，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？南方白小门兄弟传信，有人在南方某城见过一名失忆的中年男子，容貌与画像中人有80%相似。罗尔说过，爹伤好后会顺着当年的路线往回找。他既然出现在南方，说明他正在离家越来越近的地方。罗尔的消息已经断了，但我爹在南方出现了，我必须立刻赶回去。宁姐，京城这边我留人继续盯着。宁姐，路上注意安全。等我养好身子，就回杨柳村找你。京城虽大，却没留下爹的影子。无论他在哪座城，跨过多少座山，我也要把他接回家。回南方！大殷皇帝的万寿节就要到了，
南陵王守了南方10年，他就是大英的一根定海神针。只要这根针断了，本王倒要看看还有谁能拦住我越国的大军。王爷放心，潜伏在京城的死士已经就绪，只等万寿节典礼开始就制造混乱，目标直至南陵王府。主子，京城加紧密报。荣陵居然想在皇帝寿宴上搞破坏，还要嫁祸给南陵王府。他这是想趁着我不在京城，调虎离山，彻底拔掉我在朝堂的根基。荣陵，你还是这么喜欢用这些见不得人的下三滥手段，想动我的王府，动大印的太平，你还没那个命。荣陵，你找死！柳彻，宁妹妹从京城回来了。你就是大印那个战功赫赫的南陵王，对不对？宁妹妹果然敏锐，是，我确实是南陵王，在边境守了10年，看够了尸横遍野，也看够了朝堂上的尔虞我诈。我早已厌倦了那个吃人的地方，回乡隐居，是为了给我爹养老，更是为了能在这里陪着你。我不要什么王位，我只想娶你为妻，在这山野间过几天没名没利的平淡日子。万人敬仰的战神，竟然甘愿在这穷乡僻壤做一个平凡农夫。他瞒着滔天的身份，竟然只是为了这点安稳。既然你想要这份清静，我便成全你。我理解你，这个秘密我会替你守住。你是南陵王也好，是农家汉也罢，在我这里，你只是柳彻。宁妹妹，我知晓你心性通透，也明白你不喜朝堂纷争，只是如今荣陵狼子野心，暗中布下重重阴谋，京中危机四伏，这场祸事躲不开。荣陵那边的阴谋还没彻底粉碎，一日不将此人的诡计揭穿，大印便一日不得安宁。我身兼南陵王的身份，责无旁贷，但我这一生只会娶你一人。但是现在京城那边出了变故，荣陵为了嫁祸给我，连刺杀皇上的招数都用上了。这一趟，我必须立刻回京。京城现在就是龙潭虎穴，荣陵定布好了天罗地网等你。我知道，但若我不露面，王府上下100余口人命，还有皇上的信任，就全毁了。宁妹妹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官场尔虞我诈，只想在这杨柳村安稳度日。等我处理完京城的事，回来就娶你，你就在此守好阮家。这辈子，我柳彻绝不负你。好，我等你。驾！荣陵此人阴狠毒辣，柳彻此去若是中了圈套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以为我能一直冷眼旁观，不卷入这世间的麻烦，可是听到他要回京复显，我的心竟然乱成这样。阮宁啊阮宁，你终究还是对他动了情。宁儿，阿彻已经走了吗？已经走了，娘，他临走前跟我约定，等他解决完京城的麻烦，回来就谈婚事。那可是刺杀皇上的大罪，阿彻这一去，我不喜欢卷入那些朝堂纷争，但我更不想看到他死在那种人手里。娘，我得去京城帮他。荣陵，你想要南陵王的命，也得看我同不同意。
京城，我又回来了。刘彻，你让我守好阮家，可我也要守好你。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。南陵王，你府中的令牌出现在皇上寝宫，这谋逆之罪，你便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了。荣陵，你处心积虑布下这局，本王若是不来，岂不辜负了你？来人，将这乱臣贼子拿下，生死不论。想放冷箭，这些杂碎我替你清了。这是越国特有的化工散，这味道是宁妹妹制的解药，难道她来了？废物！独眼强弩死士，竟然连他的衣服都没碰到！王爷，暗中有人在帮他，那人出手极快，属下们连影子都没看见。南陵王身边有高人，给本王查，到底是哪个混蛋在坏本王的好事？越国灵王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陛下息怒，这其中定有误会。误会？这些死士亲口招供受灵王指使，证据确凿，难道书信上的印也是伪造的？荣陵挑拨朕与南陵王君臣之情，罪不容诛，限尔等3日内滚出京城。南陵王，本王倒要看你能得意多久。王爷，那暗中出手的神秘人还是没查到。阿彻，此次若非你机警，朕险些中了那奸人的离间计。如今大印太平，你身为南陵王，理应留在京城。朕欲封你为骠骑大将军，统领京中守卫。臣谢主隆恩，但臣此次回京，只为洗清王府冤屈。京城繁华，却非臣心所向，臣已厌倦权力更迭。你要走？杨柳村中有臣牵挂之人，臣已在村中置下薄产，打算余生守着老父。你就这么不想留在京城？臣待事情处理完毕，只想回乡种田。罢了罢了，随你去吧。主子，南方兄弟送来密报，有消息了。就在咱们杨柳村附近出现了失忆的中年男人，兄弟们拿着画像对了，长相跟您画的一模一样。失忆，杨柳村附近，爹居然凭着本能自己找回去了。我回南方找爹，你处理完京城的事再来，保重。宁。去找柳彻，他那边还有事情，我不能让他分心。等他收到信，自然会来找我。这一年，娘咳干了血，阿叔差点没命，阿俊在地里受尽白眼，我们全家都在等这一个奇迹。我收到消息了，你要回南方？我必须回去。我本想陪你一起走，但京城这边还有些尾巴没处理干净，宰相的余党还在暗处活动。你先回去，等我把事情处理完，我就来找你。好，你小心。去吧，萧叔在等你。回南方。爹，你一定要等我。主子，就是他。这张脸和娘形容的一模一样。是他，他真的回来了。相公，相公，你知不知道我等你等得好辛苦？爹，我是阿叔啊。你们是谁？我不记得了。我虽然不认识你们，可看到你们哭，我这心里疼得要命。
爹，你又是谁？你是我女儿。爹，您的失忆是由于头部撞击产生淤血所致，针灸的过程会很疼，您一定要忍住，千万不能乱动。宁儿，你轻点扎。爹头部的淤血位置极险，针尖必须分毫不差刺入四神聪穴，才能唤醒沉睡的神经。爹，这是咱们全家去年在老屋画的全家福。您说过，等咱们家盖了新房，要亲手在院里种棵槐树。爹，您看这把弓，上面的刻痕是您教我打第一只野兔时留下的。弓，槐树，好疼！爹，这是最后一副猛药，喝下去，辅以这几天的针灸，记忆便能冲破屏障。相公，当年逃难路上你救我的时候就穿这件，你说这是咱们阮家的根，得留一辈子。静儿，我想起来了。静儿，对不起，让你受苦了。这一年，我总梦见一张模糊的脸，醒来却什么都抓不住。我恨不得杀了那个不中用的自己。你回来就好，只要你回来，什么苦都值了。爹，你总算认得我们了。阿俊长高了，阿叔的身子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。相公，这次能找回你，全靠咱们宁儿。宁儿，你真的全好了？前世我被家人视为棋子和垃圾，从未感受过这种为了我的存在而发自内心的喜悦。这个男人眼里的爱是真的，这个家也是真的。我的女儿长大了。爹，宁儿，你叫我什么？爹，你是我的爹。再叫一声。爹。爹在，爹以后哪儿也不去了。柳伯伯，7次针灸已满，您试着像平时练习那样，自己把腿抬起来。宁丫头，我有劲儿了，我这腿真的一点都不疼了。爹，您先别急，慢点动。阿彻，你松开手。复健做得很好，萎缩的经络已经彻底打通。宁妹妹，这份恩情，我柳彻这辈子都还不完。我还是那句话，除了你，我谁也不娶。他的目光比以前更坚定，也更烫人了。救人是大夫的本分。10年了，我终于能走路了！娘，您肺部的淤积已经彻底散了，从今天起，那苦药汤子不必再喝了。真的一点儿也不痒了。以前只要喘气重些，这嗓子里就像有毛刺在扎。现在这心里亮堂极了，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娘，快放下，您这身子受不住。娘，大姐交代过，您不能干重活。你们两个臭小子，娘的身子宁儿已经给治好了，娘终于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。
压在他心里的那座大山彻底消失了。太好了，娘再也不用受那份罪了。相公，这一年，我总觉得自己是个累赘，怕拖累了孩子，也怕等不到你回来。以后咱们一家人都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过日子了。是啊，宁儿是咱家的福星。相公，我们的女儿是神医。阿叔，你体内的胎毒已经清得一干二净了，往后这药也不必再喝，先天不足以根治，只要按时做五禽戏，你和常人无异。姐，我这身体以前总像压着100斤重担，现在竟然轻得像羽毛一样。他那绝佳的绘画天赋，总算不必再被这残躯拖累了。二哥，你看我抓到了。哟，二哥，你这一口气画了半个时辰，居然连气儿都不喘一下了。阿俊，姐治好了我，以后不仅是画画，念书考学我也能行。姐，爹回来了，咱家房也盖了，我不想只做个拿画笔的闲人，我要考取功名。姐，我要考秀才，光宗耀祖。好，姐支持你。这是最后一枚解药，服下后，盘踞在你心脉的毒素便能彻底肃清。这颗药配比极其复杂，若是成功，他那损耗的根基也能补回30%。竟然真的全清了！聂丫头，你这解毒的本事，老夫自愧不如。剑尖抬高3分，腰马合一。师傅，您瞧我这一招练得怎么样？宁丫头，老夫在江湖上漂泊了一辈子，看惯了恩怨情仇，如今毒已解，老夫也不想再去掺和那些打打杀杀了。老夫决定留在这杨柳村养老，守着这臭小子。太好了，师傅以后就住在咱们村了。宁丫头，老夫这条命是你救的，以后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主子，咱们的眼线已经彻底渗透进天蓝、云中和江陵3个府城，不管是官道买卖还是权贵阴私，只要出得起价，没有咱们探不到的消息。上个月的盈利已经翻了3倍不止。阿峰果然没让我失望，他比我想象中成长的还要快。白小门的势力已经初具规模，爹的消息也找得差不多了，我该放手了。阿峰需要更广阔的天地去施展才干。大哥，主子的亲笔信。白小门就交给你了，我相信你，印光落款。主子，宁妹妹，我回来了。京城的事都处理完了？都结束了，皇上允了我的请辞，荣陵也退回了越国。从今往后，这世上只有陪你种地的柳彻。宁妹妹，还记得你床底下的那个约定吗？我阮宁长大后一定要嫁给柳彻哥哥为妻，反悔没烤鸡吃。当年我骗你写下这张纸，确实是我的私心，但这些年，这张纸就是我在战场上活下来的唯一念想。看着他风尘仆仆，满眼都是我的样子，我那颗一直紧闭的心门，好像真的彻底打开了。宁宁，以前是我护你，往后余生，
我想求一个名分，求你让我能正大光明的守着你，守着阮家一辈子。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我答应你。亲家公、亲家母，我请镇上的老先生算过了，下个月初6是大吉之日，宜嫁娶，万事顺。你们瞧瞧这日子可还合心意？初6好，66大顺，这日子挑得极好。我也没意见。阿彻，你以前救过宁儿，后来又为了救我奔波，这些日子你的所作所为，我这个当爹的都看在眼里。你是个可靠的人，宁儿交到你手里，我放心。但你记住了，若以后敢让她受半点委屈，我阮家兄弟绝不饶你。岳父大人放心，我柳彻愿用性命起誓，此生定护宁宁周全。宁儿，你爹和柳大伯把婚期定在下个月初6。你刚回来的时候还是个痴傻的孩子，这一转眼，娘终于盼到你出嫁了。在这个世界，我总算有了一个真正的归宿。宁儿，过了今日，你就是柳家的媳妇了。前世身如浮萍，从未想过能在另一个世界穿上嫁衣。谢谢你们，给了我一个家。阮家这闺女真是美若天仙。柳彻这小子真有福气，太娘头了。那当然，我姐是全天下最好的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宁宁，这辈子、下辈子，我都要娶你。早生贵子，百年好合喽！二哥，快走，别耽误姐夫先盖头。前世身如草芥，死时也不过一人。没想到在这个世界，竟然真的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归宿。宁宁，我离开家去从军的那天，我一直在想，若我死在战场上，你该怎么办？原来这个男人从那么早就已经把命系在我身上了。今日这一拜，你便是我此生唯一的妻。往后余生，我柳彻定护你一世安稳，绝不负你。能遇到他，此生无憾。宁妹妹，终于能这样看着你了。谁让你看了10年前我离开时，就发誓要娶你。如今，这心愿总算达成了。你就那么确定我愿意嫁？你不愿意，还能坐在这儿？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。娘子，别这么叫。那叫宁儿。哥达国的种子长势极好，这一季的收成够全家吃上许久。宁宁，你今日的气色极好，练了一早晨的幻灵真经，内力可有精进？那是自然。主子，白小门上个月在5个府城的进项又翻了一番，各地商队的消息买卖，咱们已经占了70%。阿峰做的不错。姐，师傅刚才夸我剑法有长进了，说我再练半年就能去闯荡江湖了。前世身如浮萍，死于废墟，晚幸老天待我不薄。
让我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，还有相守一生的人。柳彻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我也是。喝点解暑，这日头越来越毒了。柳彻，你说荣林退兵之后会甘心就这么算了？不会，他那种人受了挫只会变本加厉的报复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在越国安插了眼线，他若有所动作，我这边立刻就能收到消息。那就好，我怕他明面上退兵，暗地里搞些上不得台面的把戏。有你在，什么把戏能瞒过你的眼睛？姐，我想明年下场考秀才。有信心吗？有，我这些日子把四书和五经都通读了2遍。先生说我文章写的已经有模有样了。既然想考，就全力以赴。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，安心备考便是。姐，要不是你，我这条命早就没了，更别提读书考功名了。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？不用不用，娘一个人忙得过来，你去忙你的。娘，阿叔要考秀才了。真的？那小子怎么没跟我说？他想等考中了再告诉您，怕万一落榜让您失望。傻孩子，娘怎么会失望呢？他有这份心，娘就高兴得不得了。不行，得给阿叔多补补身子，读书费脑子，不能亏了元气。娘，您放心，我会给他配一副补脑的汤药方子。宁宁，你现在觉得幸福吗？有爹有娘，有2个好弟弟，还有你。我会让你一辈子都这么幸福的。柳彻，我有时候觉得这一切像一场梦。那就别醒，我陪你做一辈子的梦。大哥，天蓝那边传来消息，有个自称是越国商人的家伙在四处打听咱们主子的底细。查清楚这个人是谁，跟越国那边有没有关系，3天内给我回话。是。主子，您放心，白小门就是您的眼睛和耳朵，谁想动你，得先过我这关。力道够了，但缺一股刚猛之气，出拳要狠，要有一往无前的气势。有进步，不过还差得远，继续练。师傅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像您那样一剑劈开大石头？练个3年5载再说吧。少废话，继续。回来了，早上给你留了饭菜。爹，您这腿感觉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还能再站起来走路，宁丫头真是咱们家的福星。她确实是。阿彻，你可得好好待人家，这样的媳妇儿打着灯笼都难找。爹，您放心，今年的收成比往年好太多了，那些洋种子真是宝贝。爹，下一茬咱们可以试着多种一些，除了自家吃，还能拿去镇上卖。对对对，我看到镇上那些菜贩子卖的菜都没咱们家的新鲜。那我去跟杨欣商量商量，看能不能再开几亩荒地出来。爹，开荒的事儿我来安排，您别太操劳。爹身子骨硬朗得很，不干活浑身不自在。你这老东西都住在我这儿多久了？打算赖到什么时候？老夫这是在给你当护卫，免得有人来找你麻烦。得了吧，你当我看不出你那点心思？你是舍不得你那宝贝徒弟。那小子跟我好，不盯着点怕他偷懒儿。柳春花，这是治风寒的药，拿去煎着喝。你咳嗽的毛病拖久了不好。你不恨我？恨你有什么用？日子总得往前过，你自己好自为之。二哥，我打了一只山鸡，晚上让娘炖汤给你补身子。
你少来打扰我读书就行了。我这是关心你。等你考上了秀才，我就是秀才的弟弟，说出去多有面子。合着你巴望着我考中，是为了你自己脸上有光？那当然，等你当了大官，我就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。这么晚还在看书？在研究一种新的药方，对治疗骨伤很有用。你怎么对什么都这么上心？不然你以为你那幻灵真经我是怎么学会的？行了，明天再研究，先歇着吧。大哥，那个越国商人的底细查出来了，他叫达木，表面上是做皮毛生意的，实际上是荣陵手底下的暗桩。继续盯着他，看他最近跟哪些人有来往，一旦发现他要对主子不利，立刻动手。明白。那家茶馆查过没有？还没，我这就去。阮叔，这块地要是种上你说的那种洋白菜，一年能收好几茬呢。那得先打好水渠，不然夏天干旱的时候扛不住。水渠的事儿包在我身上，我熟门熟路。好小子，有你帮衬，阮家这日子真是越过越好了。哟，宁丫头来了。给您和阿俊炖了些补汤，趁热喝吧。好喝。宁丫头，你这手艺开个酒楼都不成问题。我只做给自家人吃。主子，京城那边传来消息，荣陵的人近日在南方边境频繁行动，查清楚他们在做什么。是。你再这么搓，衣服就废了。主子，您怎么来了？阿峰让我来传话，让你近几日留意府城那边的动静，越国的人不太安分。主子放心，我盯着呢，只要有人敢在府城搞事儿，我第一时间给您报信。你也别太张扬，别让人发现你的身份。主子，您还不知道我这张脸往人群里一钻，谁认得出来？李大夫，这是我画的几幅药草图谱，您看看画的对不对？这些药草的花纹、叶脉走向，你画的分毫不差，比那些医书上的插图还要精准。这小子画画的天赋比他爹还强。我就是照着实物画的，没什么厉害的。阿叔，你若愿意，老夫可以教你辨识更多稀有的药草，将来你若从医，这些都是极好的底子。真的可以吗？弟妹，你家这菜长得也太好了，我家那几曲茄子跟你这一比，简直没法看。嫂子拿去尝尝，这豆角嫩得很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？邻里之间客气什么？你家杨欣帮我家盖房子出了那么大力，我这点菜算什么？弟妹，你现在这气色跟去年比，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都是我家宁儿的功劳。荣陵的人最近在这附近活动频繁，这个位置离咱们这边不算太远，他是打算从陆路渗透？有可能。不过我在那边安排了人手，他一时半会儿翻不出什么浪花来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先不动他，看他到底想干什么，等他露出破绽，再一击致命。有需要我的地方，随时说。有你在身边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掌柜，哎，一壶雨前。这家茶馆的伙计脚步很轻，练过武。大哥，查清楚了，这家茶馆是越国人在2个月前盘下来的，背后跟荣陵的人有联系。继续盯着，别打草惊蛇。爹，您看我刚才那招怎么样？有进步，
比以前稳当多了。爹，这幅画画的是咱们全家，等画好了就挂堂屋里。好孩子，你们都是好孩子。宁儿，村里那些长舌妇最近都不怎么嚼舌根了。他们嚼他们的，咱们过咱们的日子。娘就是觉得这一切都像是在做梦一样。去年咱们还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如今娘，那些苦日子都过去了，以后咱们只会越过越好。对对对，不哭了，娘就是高兴。宁宁，你有没有想过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？种菜、制药，教阿俊练武，帮阿叔备考，日子充实就好，不需要大富大贵。那要不要再加一个？什么？陪我看一辈子的夕阳。注意这株草药的根茎，它的纹理和普通药材不一样，画的时候要突出这个特征。明白了。老李头，你这老家伙什么时候教人教得这么耐心了？闭嘴，晒太阳！哼，你这脾气也就宁丫头和阿叔受得了你。俊哥，你这一招真厉害，能不能教教我？行啊，只要你们肯吃苦，我姐教我的这些招式，我都能教给你们。太好了，以后咱们杨柳村的少年都能学武，看谁还敢欺负咱们！宁丫头，你们家这日子越过越红火，连带着咱们杨柳村都沾了光。前几天镇上的人还问我，你们家新种的那些菜能不能多卖一些出去？村长伯伯，这事儿我正想跟您商量。我打算在村里开一个菜园合作社，把种子分给大家一起种，统一收购，统一卖。这主意好，村里人多地多，要是能一起干，家家户户都能增收。荣陵在南方边境集结了一批人马，看来是想趁着冬季边界巡逻松懈的时候搞事。谢广，门主，那茶馆的底细我已经摸清楚了，他们每隔3天就会有一封密信送出城，走的是一条偏僻小路。结过那些信没有？不敢打草惊蛇，不过我们安排了人在那条路上盯梢，只要他们的信使出发，我们就能跟上。做得好，继续盯着，务必找到他们跟越国那边的具体联络方式。吕嫂子，你这手艺也太好了，比镇上酱菜铺子卖的还香。都是宁儿教的方子，我也就是学着做。你们家宁丫头可真是有本事，会医会武，还会种地做菜，咱们村谁家姑娘比得上？李大夫，这批药丸是针对风寒入肺的，药效温和，适合老人和小孩服用。配伍精妙，老夫行医这么多年，很少见到这般讲究的方子。宁丫头，你这些药丸要是拿出去卖，肯定能赚大钱。不卖，留着给村里人用。谁家有需要就来取。你这一招破绽在左肋。哦，那你来试试。承让。你进步了。是你教的好。这水渠要挖深1尺，底下铺一层碎石，这样水才不容易渗走。阮叔，照这个速度，这片地月末就能种上东西了。是啊。到时候种上洋白菜和西红柿卖给镇上的人，咱们村的日子就能更宽裕了。姐，你帮我看看这篇文章写的怎么样？立意清晰，论据扎实，字句也流畅，拿去考秀才问题不大。真的？不过还有几处用笔可以再斟酌一下，我建议你去找村里那位老秀才请教请教。好，我明天就去。出剑要快，要准，要有剑意。什么是剑意？就是你心里那把剑。哦，哥老好厉害！师傅，您这招什么时候教我？先把基本功练扎实了再说。宁丫头这手艺真是越吃越上瘾。柳伯伯，您多吃点，腿好了得多补补。爹，您觉得我这媳妇儿怎么样？那还用说，
宁丫头是咱们柳家几辈子修来的福分，你要是敢对人家不好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门主，那人就是达木，他每隔7天来一次，跟掌柜在楼上密谈大约半个时辰。继续盯，我要知道他谈了什么。娘，您在做什么衣服？给阿叔做件新袍子，他明年要考秀才了，不能穿得太寒碜。对，到时候穿上新衣裳，精神头也好。娘，你眼光真好，这块布颜色素净，很适合阿叔。这小子进步很快，再过半年，在年轻一辈里也能排上号。阁老，您教导有方，是他自己肯下功夫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这当姐姐的也没少操心。那颗叫北辰星，行军的时候靠它辨方向。你以前在边境打仗，夜里也是这样看星星？有时候睡不着，就坐在帐篷外看星星，想着什么时候能回家。现在回家了？回家了。这红果子是什么？长得真好看。这是西红柿，生吃熟吃都可以，酸甜可口。好吃。这东西怎么卖？尝鲜价，买的多还能便宜。这是黄连，清热燥湿，泻火解毒。很多人以为它只是一味苦药，但炮制得当，能治多种疑难杂症。李大夫，您懂得真多。年轻的时候在江湖上走了不少地方，见过的药草比你吃过的米还多。李大夫，以后我想跟您学医，就算将来考不上功名，也能用医术帮人。阮叔，你们家这洋白菜长得也太快了，这才几个月就已经收了2茬了。种子好，地也肥，加上宁儿教的办法，想不长好都难。阮叔，这种子能不能分给我们一些？我们也想种。当然行，都是一个村的，有福同享。回头我让宁儿多留些种子，各家分一些。怎么了？阿峰传来的，越国那边最近频繁往边境调动人手，似乎在筹备什么行动。荣陵这个人不会轻易认输，他上次在京城吃了大亏，肯定想找补回来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既然他想玩，我就陪他玩到底。不过这次，我要让他连老本都赔光。大哥，那家茶馆的掌柜昨晚连夜出城了，往南边去了。看来是去跟荣陵的人碰头。王大宝，你带2个人跟上去，注意隐蔽，别暴露。门主放心，跟踪这种活我熟。阮叔，你这几篇文章写得颇有章法，明年考场上大有可为。先生过奖了，学生还有许多不足。你天资聪颖，又肯下苦功，前途不可限量，好好努力。架子要扎稳，不然结果多了会倒掉。间距也不能太密，让每棵苗都能晒到太阳。宁丫头，你这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东西？种地也这么讲究？都是老神仙托梦教的。进来。主子，查清楚了，荣陵在边境集结了一支约300人的精锐，准备趁冬雪封路之前偷袭边关粮仓。粮仓？他是想断我大阴边军的补给。据说这次行动由荣陵手下头号高手带队，志在必得。传令给边境的人，设伏，我要让这300人有来无回。是。宁宁，累不累？前面有个茶棚，要不要歇一会儿？不累，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镇子再说。主子，荣陵的人已经到达边关外30里处扎营，领头的是荣陵手下第一高手，外号鬼刀。鬼刀？听说过。据说此人刀法诡谲，出手狠辣，是荣陵手中最见不得光的一把刀。看来荣陵这回是下了血本，执意要与我们分个高下。他既然敢倾尽底牌，重金布局，那就让他血本无归。来了，等他们进入伏击圈再动手。
动手！南陵王，没想到你亲自来了，也好，杀了你，越国大军便可长驱直入。就凭你们，你们，擦擦脸上的血。宁宁，刚才那一针，若不是你，我可能要跟鬼道缠斗很久。所以我说了，2个人来总比1个人强。谢谢你，宁宁。王爷，俘虏已押送后方大营，越国残兵已退至100里之外。传令下去，加强边境巡逻，防止戎灵再搞偷袭。王爷，这次歼敌300，战功赫赫，您要不要向朝廷报捷？不必，这些事我心里有数，你们守好边关便是。喝点热汤暖暖身子，夜里凉。柳彻，这里的月亮没有杨柳村的圆。那是因为你不习惯，等这边的事情处理完，我就带你回家。回家。